宁宁，殿下，宁宁，殿下，你吓死我了！没事了，殿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以后出去一定要带足护卫，千万别一个人乱跑。知道了。刑部张遮参见殿下。张大人，下官奉皇命而来，除了传达犒赏旨意，圣上也希望公主殿下能够尽早平安回京。大家一路劳顿，还是先去休息吧，公事可以慢慢谈。是啊，不急于这一时，府中下人皆备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便是了。我会再增派些燕家军守卫此处，大家可以安心暂住。来，走。宁宁，你快跟我说说，这一路你都经历了什么？三言两语哪里说得清楚？那我们就彻夜长谈，节后重逢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。皈依一役，竟如此惊险。世上许多事就像在赌，但幸好这次运气在我们这边。宁宁，答应我，以后一定要好好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圣上旨意已至，或许就快回京了。殿下高兴吗？乐阳长公主早在离开京城时就已对亲缘死心，如今大越已平，北京得安，她也完成了她的使命。现在的我是神旨意，我已经受够了皇家的虚伪。若是可以，我再也不想回到那座牢笼之中。你呢，宁宁？接下来跟谢先生准备怎么办？他对你的心意，我不予置评。我只是有些担心，你性本自由，可谢先生却相反。他步步为营，处处算计，喜欢上这样一个危险的人，会很累的。你可当真想好了？若是能够轻松的活着，谁又会去选择一条荆棘遍布、杀机四伏的路呢？殿下不知道，他这一路走来，很无奈，也很不易。旁人敬他、为他，可我却有些心疼他。我没想好未来该怎么走，我只知道，不想再让他孤身一人。你陷进去了。是啊，我陷进去了。殿下可有办法拉我一把？哎，你问我呀？要我说呀，这世上最好真的有忘情水，一喝下去便什么都忘了。无情则无忧。可他那样一个人，让我怎么去忘掉？殿下，我有时候在想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怎么突然这么说？曾经，我走错过一条路，做错过许多事，也落得了应有的下场。后来终于有机会，便想尽力去改变，去弥补，一步步走到现在。虽然好像挽回了一些，可我却有些害怕。害怕什么？一直以来，我都在用我自己以为好的方式去改变，但我认为的好，对他们来说，是不是真的好呢？万一他们本来还有更好的路可走呢？你呀，就是太多想了，想这个想那个，反而把自己绕进去了。宁宁，你要相信自己，相信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。要相信自己，也要记得活在当下。殿下，你才是真聪明。你说这圣旨到底是几个意思啊？真要回京？兵事已起，就算是圣上要招安，薛院也绝不会同意。无论回不回京，这薛氏一党必然会有动作。那不如直接举清君侧的旗号，率兵回京，灭了薛氏一党。
如今朝野本就怀疑我们的用心，若居此期，极易被反误成借机叛乱。这样下去，只会使局势变得更糟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有。先生，您要的新琴买来了。今天宁儿怎么还没来学琴？江姑娘昨夜与公主彻夜长谈，许是精神不佳。我一会儿问问她去。既然你要会佳人，那我就告辞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那江二姑娘这琴学不好，可能不是琴的问题，你换个琴也没用啊。我若好好教，她必定能学会；她若学不会，一定是我的问题。你看这忽短忽的啊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没啊，当然没。告辞，告辞。到底是买来的琴，不如自己制的用着好。不过还算是能用。等往后闲了，我得为宁儿酌上一把。是。他孤身前来，看似算无一策，早有布局，实则以身犯险，孤注一掷。他所有的疯狂和冒险，都是为了你。现在，你已经彻彻底底的了解我，我所有的伪装跟面具，都在你面前撕碎了。怎么样？你现在还怕我吗？宁宁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也要记得活在当下。当日一别。当日自林子王府一别，已是许久了，你还好吗？一切如常，不必挂心。那日我那些话，初时不解，后来便渐渐想明白了，那字字句句看似决绝，实则都是为我好。张某在此谢过姑娘。哎，那时雪宁深陷流言风波，也多亏了张大人不计前嫌，查明真相，在朝堂上仗义直言，一直还未谢过大人。正好趁今日，多谢张大人。张大人曾说过，最喜关羽，想必今日该是欣喜。雨也有不同，滂沱暴雨直落而下，冲击太大，人也是会难受的。而这种雨便刚刚好，遇事泛涟漪，行过成点缀，就像人生中的小波折，经历过便自会明白。问过他了吗？什么时候来？他去找他了。先前听江大人说你回乡常住，没想到你竟是与谢少师和严家军在一处。此事眼下京中还不知，但你若继续随军，想必隐瞒不了多久。届时江家会如何，谁都无法预料。你是说，朝廷有可能会控制江家作为筹码？如今大秦西北尽在谢烟之手，也有数万重兵控守禹州，距京城仅一步之遥。于朝廷而言，无疑是头悬利剑。若继续僵持，真到万不得已之时，恐怕朝廷不会放着江家不用。多谢张大人替江家考虑，
可我也要多问一句，如今圣上究竟是何打算？所谓的犒赏三军，怎么听都像一个幌子。难道圣上是想让他们回朝后再加以清算？圣心难测，况且还有薛氏一党的压力在。可若非燕家军，何来边关太平？若非谢威舍命周旋，何以斩杀皮南王？如今内忧外患皆被平定，圣上若是想要过河拆桥，岂非令天下忠良寒心？谢威他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大钱和圣上，绝非私欲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谢威一心筹划想要铲除薛家，我也知道。可薛家千错万错，也该由刑部来审判，此为法度。而谢威如今的做法，无异于拥兵自重，威胁朝廷，身上有所戒备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你并非是他，若你经历他所经历的事情，未必还能说出这样的话。抱歉，你也是为了我好，我本不该迁怒于你的。无妨，我只是希望谢少师与燕家能够尽快做出决定，回京面圣。只要他们回京，朝野上下便能看到他们的忠心和诚意。圣上肯定也不会故意刁难他们。时候不早了，雨景虽美，毕竟风寒，还是莫要贪恋。早些回去吧。江姑娘，我有一事想要问你。如果那日我的母亲没有出事，你还会选择放手吗？时过境迁，各有忌讳，既已往前走，便已没有如果了。过往种种，因我旧日执念而起，终是我亏欠张大人，雪宁定当尽力弥补偿还。可唯独情之一事，无可回头。你如今情之所向，可是谢少师？是，我主意于他。雪下痕迹，寂寥无言的缝隙，却又不及。你走的匆匆，雪中留下痕迹，现在就快被抹去，让乱了我的语气。江姑娘，先生请你过去。什么事？今日怎么没来学琴？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还淋漓深雨？昨夜睡得太晚，一觉到午后才醒，又觉得闷，便去园中逛了逛。谁知下起了雨，就索性关了一会儿。一个人观雨，不无聊？还好，正好有件事我想同你商量。圣上催着你和燕灵回京，背后态度未明，这件事你们还是再好好想想。但至于我，若继续待在这里，迟早会被朝廷知道。江家还在京中，我想……你想走？我亲缘虽薄，但总归不想牵连他们。你想走去哪儿？可以回乡避一段时间，就像我之前计划好的那样。你想走是因为江家，还是因为他？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去见了张遮？你到底在心虚什么？寻常偶遇而已，
就是怕你多想，所以才没说。寻常偶遇，寻常偶遇，两个人就一起观了这么久的雨。我真不知道下雨有什么好看的，湿漉漉、冷冰冰，粘在身上扫也扫不掉。雨气一点点往身体里面钻，稍不留意就要染上风感，虽不致死，却是绵延不尽、反反复复的难受不适。江雪宁，雨到底有什么好看的？还是说你跟他真的有这么多旧情可以续？谢居安，我不是你的笼中鸟，就算我是故意去见他的，我也没有必要同你解释。可你已经向我许了以后，江雪宁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既承诺了，我就不会放手，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。江雪宁，你是我的。想问问你是什么原因？我们走过的那些情景里有没有真心？江雪宁，我要你。做什么决定，有什么意义，都身不由己。想问问你，多想问问你是什么原因？我们走过的那些情景里有没有真心？是否我和你从此丈量了深远的距离？做什么决定，有什么意义，都身不由己。是我猜不出，是我参不无命运的陷阱。分清世界里未来或过去，皆没骗过你。是否我和你从此丈量了深远的距离？时间的倒影，总会有一天刻不可逆。停！干什么？军中有消息递来，我来找谢居安聊聊。走。怎么了？江姑娘在里边。在就在呗，正好一起啊！哎呀，你平时不是挺精明的吗？现在怎么这么不开窍呢？哎呀，这个必须得看一看。滚！我去。别拦着我，让我看一下。滚啊！看一眼，你不能拦着我揍你，你让我看一眼。这眼，这眼，对。江雪宁，你是我的。我不是你的。那我是你的。我们成婚吧，我们成婚吧。姑娘醒了吗？谢大人吩咐我们来此伺候姑娘。